今天我们讲白宫的一些鬼故事。白宫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除了是美国最著名的地址之一，也被认为是美国最著名的鬼屋之一。这里有许多关于幽灵和超自然活动的传闻，特别是涉及前总统伯拉罕·林肯的故事。林肯的幽灵成为白宫最引人注目的幽灵之一。据说自他离世以来，他的鬼魂一直困扰着这个历史悠久的建筑。有人普遍认为，林肯可能在担任总统期间就预感到了自己将被暗杀的命运，这引发了无数关于他魂归何处的传说，以及关于白宫其他地方发生超自然现象的各种故事。开始我们的故事之前，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根据林肯的朋友兼传记作者沃德希尔·拉蒙的说法，在他被暗杀前3天，林肯与拉蒙和其他人讨论了他的一个梦。他说，林肯在1865年4月做了一个梦，也就是他被暗杀的那个月，正如他在去世的那天向朋友讲述的那样。大约10天前，我很晚才退休。我一直在等待来自前线的重要调度。当我陷入沉睡时，我不可能在床上躺太久，因为我很疲倦。我很快就开始做梦了。我周围似乎有一种死亡般的寂静，然后我听到低沉的啜泣声，好像有很多人在哭泣。我以为我离开了床，在楼下徘徊。那里的寂静被同样可怜的抽泣声打破，但哀悼者却看不见。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看不见活人，但当我经过时，同样悲哀的痛苦声音与我相遇。我看到所有房间里都有光，每件物品我都很熟悉，但是那些悲痛欲绝的人在哪里？仿佛他们的心要碎了。我感到困惑和惊慌。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我下定决心要找到如此神秘和令人震惊的事情的原因。我继续前进，直到我到达我进入的东房间。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令人作呕的惊喜。在我面前是一个 catafalque， 上面躺着一具裹着葬礼外衣的尸体，在他周围驻扎着充当警卫的士兵。有一大群人悲哀地注视着尸体，尸体的脸被遮住了，其他人可怜兮兮地哭泣。谁死在白宫？我问其中一名士兵。总统，这是他的回答。他被刺客杀死了。然后人群中传来一阵巨大的悲痛，把我从梦中惊醒。那天晚上我再也睡不着了。虽然这只是一个梦，但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对他感到很烦。关于白宫中亚伯拉罕·林肯的幽灵的报道层出不穷，许多前总统、第一夫人和白宫工作人员声称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建筑中感受到了他的超自然存在。埃莉诺·罗斯福曾说他没有亲眼见到林肯的鬼魂，但在整个白宫都感受到了他的存在。他提到家中的狗法拉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吠叫，仿佛察觉到林肯的幽灵。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新闻秘书詹姆斯·哈格蒂和第一夫人伯德·约翰逊夫人的新闻秘书丽兹·卡彭特也都表示，他们多次感受到了林肯的存在。传闻甚至说，在林肯卧室外的大厅里能听到前总统的脚步声。林肯的鬼魂似乎是白宫中的常客，被多人声称在不同场合出现。莉莲·罗杰斯·帕克斯，一位著名的目击者，在他的自传中承认听到了这些传闻。连哈里·杜鲁门总统的女儿玛格丽特·杜鲁门都说，他在白宫时听到一个幽灵在林肯卧室门口说唱，坚信那是林肯的存在。更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声称亲眼看到了林肯的幽灵。第一个据称真正看到林肯精神的人是第一夫人格蕾斯·柯利芝。
他描述看到林肯的鬼魂站在黄色椭圆形房间的窗前，凝视波托马克河。其他历任总统如温斯顿·丘吉尔、西奥多·罗斯福以及莫林·里根和她的丈夫都声称在白宫亲眼目睹了林肯的幽灵。在一些事件中，幽灵的出现甚至带有特殊的戏剧性。在1942年，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声称听到白宫卧室外的脚步声，应了敲门声，却看到穿着连衣裙和礼帽的林肯站在她面前，令她晕倒。这些传闻使得林肯的幽灵成为白宫最著名且令人神秘的超自然现象之一。白宫中关于亚伯拉罕·林肯幽灵的目击事件似乎从未停歇。最近的一次据说发生在1980年代初，当时白宫运营领班托尼·萨沃伊走进白宫，竟然目击到林肯坐在楼梯顶端的椅子上。不愿透露姓名的其他目击者也声称看到了各种形态的林肯幽灵，有的说他躺在卧室的床上，有的说他坐在床边穿着靴子。其中最引人瞩目的目击者之一是埃莉诺·罗斯福的秘书玛丽·埃本，她声称亲眼看到林肯穿上靴子，这一幕让她尖叫着逃离房间。而不仅仅是亚伯拉罕·林肯本人，连他的儿子威利·林肯的鬼魂也被称为白宫的幽灵。为11岁的儿子于1862年在白宫去世，据称在白宫中的不同时期出现。在20世纪，多位总统及其家人声称亲眼见到了亚伯拉罕·林肯的鬼魂。卡尔文·柯立芝总统的妻子格蕾斯·柯立芝是第一个声称真正见到林肯鬼魂的人。他描述林肯站在椭圆形办公室的窗前，凝视波托马克河。林登·约翰逊总统的妻子伯德·约翰逊夫人在观看林肯去世的电视节目时感受到了林肯的存在。在富兰克林·罗斯福长期执政期间，关于林肯幽灵的目击事件频繁报道。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将林肯卧室用作她的书房，声称在深夜工作时感觉到他的存在。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在访问白宫期间声称里听到了敲门声，并在回答时看到了林肯的鬼魂，结果晕倒了。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讲述了一个在二战期间的幽灵故事，描述他在房间里发现林肯坐在壁炉旁。这些白宫中关于亚伯拉罕·林肯幽灵的传闻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引人入胜的神秘故事之一。当女裁缝莉莲·罗杰斯·帕克斯调查有人在白宫上层踱步的声音时，另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个房间一直无人居住，那是老安倍在地板上踱步。通灵者推测，林肯的灵魂留在白宫，以便在危机时刻随时待命，并完成他英年早逝未完成的艰巨工作。2. 杰克逊的幽灵。关于白宫中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幽灵存在的传言，自从19世纪就开始流传。据说在白宫里能够听到他的咒骂和脚步声。这些故事并非来自直接的目击，而是通过听证会和传闻传递下来的。据报道，玛丽·托德·林肯是相信杰克逊的精神留在白宫的人之一。他在白宫定期举行降神会，试图与他已故的儿子的灵魂交流。在这些降神会中，他声称听到了杰克逊在总统官邸的大厅里跺脚和咒骂的声音。杰克逊曾在玫瑰厅担任总统，而这个地方被认为是白宫中最具闹鬼传说的房间之一。故事甚至延伸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执政时期。据称，他也在白宫遭遇了安德鲁·杰克逊的存在。这一传言似乎在白宫的历史中留下了长久的痕迹。许多人声称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建筑中听到了杰克逊的诡异活动。
安德鲁·杰克逊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位争议颇多的总统，而他的存在似乎在白宫中留下了不可忽视的痕迹。这些关于总统杰克逊的幽灵传说，使得白宫成为了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神秘传说的中心。3. 阿比盖尔·亚当斯。白宫的历史中涌现出了一些关于早期总统和他们家庭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建筑中的幽灵传说。阿比盖尔·亚当斯成为白宫的第一位住户，与她的丈夫约翰·亚当斯一同度过了几个月。而在托马斯·杰斐逊总统执政期间，白宫见证了第一位在官邸度过完整任期的总统。传闻称，阿比盖尔·亚当斯的鬼魂偶尔会回到白宫，监督洗衣店的事务。在1800年，他使用白宫东厅来晾晒他的衣物，因为那里是最温暖、最干燥的地方。大约112年后，在塔夫托总统执政期间，有人声称看到了阿比盖尔·亚当斯的幽灵。当时他仿佛怀里抱着衣服，一如当年在东厅挂衣服的情景。白宫早期的鲜为人知的人物大卫·伯恩斯也成为了传说中的幽灵。据说他经常出没于白宫大厅，他是一位向政府出售了华盛顿市的大部分土地的人。传闻中，莉莲·罗杰斯·帕克斯，一位白宫的裁缝，向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讲述了一个有关伯恩斯先生的故事。他声称听到了在黄色椭圆形房间里传来的声音，声称是伯恩斯先生的。这些白宫的幽灵传说为这个历史古老的建筑增添了神秘和传奇的色彩。据说在不同时期，工作人员和警卫都声称听到了奇怪的声音，有时甚至与过去的名人有关。这些传说将白宫打造成一个充满超自然奇迹和历史记忆的地方。4. 多利·麦迪逊。如今，多利·麦迪逊最出名的是，在1812年战争期间英国人将其烧毁之前，从白宫救出了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的乔治·华盛顿的画作。但在幽灵传说中，他最出名的是据报道在1个世纪后的威尔逊政府期间遇到了2名园丁。第一夫人伊迪丝·威尔逊要求2人搬迁麦迪逊创建和培育的传说中的玫瑰园。据报道，园丁们遇到了愤怒的多利。今天，玫瑰园仍然是多利·麦迪逊想要的地方。5. 英国点火器。白宫历史上最令人痛苦的事件是1814年被英国军队摧毁。一名皇家士兵显然在帮助放火烧毁白宫后，在袭击中丧生。有报道称他偶尔会回来完成这项工作。据报道，在杜鲁门时代复辟几年后，有人看到灵魂试图放火烧床。此外，在1929年圣诞节前夕，胡佛政府期间，西已发生了一场大火。据官方统计，这是一个堵塞的壁炉烟道，盯着大火。即使在今天，最近的白宫工作人员也报告说，深夜在白宫听到了奇怪的声音，但有一位总统可能还没有回来客串。詹姆斯·布坎南公开表示厌倦担任总统，因为内战越来越近。如果你在进入白宫时和我回到惠特兰时一样高兴，你确实是一个快乐的人。好了，今天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再会。